几个世纪以来，寸草不生的硫磺岛毫无价值。但在1945年，美日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弹丸小岛，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。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唯一一次伤亡高于日军的战役。1944年，美军从塞班岛起飞，对日本实施了大规模的夜袭轰炸。由于战斗机航程有限，无法护航，单独行动的 B-29很容易遭到硫磺岛的日机拦截。更糟的是，岛上的日军雷达能为东京提供2小时的预警时间，使美军的偷袭行动失去了突然性，效果大打折扣。因此，要扩大战果，减少损失，美军必须拿下这座战略要地。此次行动，尼米兹掏出了手中最豪华的作战阵容，航空母舰16艘，其余各式舰艇800多艘，舰载机2000架，总兵力高达25万人。登陆前几个月，美军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对硫磺岛进行了狂轰滥炸，将这座仅有20平方公里的小岛犁了一个遍。而硫磺岛上仅有2万多个物资短缺的日军，以及20架可怜的战斗机和10艘舰艇。面对美军的雷霆万钧之势，日军如螳臂挡车，似乎顷刻间便会被碾为齑粉。1945年2月15号，率先登陆的6000美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，岛上仅射来零星的枪弹，会有2颗迫击炮落在船舷，整个突击行动顺利的就像在演习。正当美军以为敌人已被强大的炮火炸成粉面时，日军密集的子弹突然从四面扑来，暴露在浅滩上的美军猝不及防，瞬间成了活靶子，登陆艇坦克车也先后被击毁。更致命的是，人还跑不掉，因为硫磺岛是一座火山岛，海滩附近堆积着松软的火山灰，美军背着上百斤的装备，好似陷在一桶巨大的面粉里，几乎动弹不得。此时的美军才明白，他们已经掉入了敌人精心设计的陷阱里。负责守卫硫磺岛的莅临中道早年曾到哈佛留学，是军官中少有的美国通。他非常反对愚蠢僵化的万岁冲锋，认为每一个士兵都应该想方设法地活下去，朝着敌人打光最后一颗子弹。他还否决了传统的滩头防御策略，因为前几次的战役表明，在美军飞机舰船排山倒海的轰炸下，死守海岸无异于白送人头。于是莅临决定将硫磺岛改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下要塞，实施堡垒防卫战。这个设想很好，但在硫磺岛修筑地下工事却难如登天。该岛的地下气温平均高达40度左右，白薯放进去2小时就能烤熟。士兵们每次在地下工作5分钟就必须返回地面休息，弥漫的硫磺气味更是熏得人头昏脑胀。后来美军登陆后，纷纷利用这种新能源来烧热水煮咖啡。尽管环境如此恶劣，日军仍然把整座遮波山掏成了马蜂窝，建了一座庞大的地下要塞。其内部高达11层，修筑了800个机枪碉堡和火炮掩体，所有的发射口均是倾斜向外，并遮有块厚重的钢板，只有开火时才会打开。这种特殊的设计避免了炮台被海上的火力直射摧毁。遮波山内部的隧道长达18公里，直接延伸到岛屿的另一端，也就是硫磺岛的超级堡垒圆山高地。其顶部的钢筋混凝土厚达3米，四面墙厚达 1.5 米。莅临的师团指挥部就位于该堡垒的地下20米处。在这个庞大复杂的地下网络中，日军不仅能居高临下观察到美军的一举一动，还能自如穿梭灵活作战，同时能有效抵御猛烈的炮击，可谓攻防兼备。美军登陆前一共往硫磺岛泼下了24000吨炸弹，但日军凭借着遮波山这个金钟罩，仅伤亡了104人，平均算下来24吨弹药才能炸死一个日本兵。登陆这天，深谙孙子兵法的莅临玩了一招半渡俄击，先放美军登上滩头，再下令大开杀戒。美军虽有绝对的海空优势，奈何日军藏于深沟高垒之中，很难进行精准打击。最后凭借着强大的火力支援，美军以伤亡2400多人的代价，终于在当天下午把3万士兵送上了岸。美军成功登陆后，首要目标是全岛的制高点遮波山，它如同一只千里眼，时刻观察着美军的一切行动，更像一把悬在身后的利剑，使美军不敢贸然进攻北边的圆山高地。翌日，美国的海陆空军重拳出击，向遮波山发起了大规模的联合进攻。驻守要塞的日军虽然只有1800人，但凭借着错综复杂的地下网络，他们将战场打造成了一个没有范围的陷阱。四面八方都是碉堡，彼此可以互相支援，每个山洞随时都可能冒出一架机枪或者狙击枪。在无处不在的交叉火力中，美军寸步维艰，一支小队爬了整整6个小时，以伤亡160人的代价才前进了200多米。很快，美军调整了进攻策略，采取了一套环环相扣的绞杀战术。首先是由飞机俯冲投射凝固汽油弹，将皮糙肉厚的坦克推进到近距离射程内，
抛洒烟雾弹遮蔽日军的视线。趁此机会，步兵立马冲上前去，对准掩体入口就是一顿狂喷。喷火器是对付日本防御工事的最佳武器。手持的个人背包能容纳15公斤燃料，通常可以喷2秒，距离可达50米。喷火战车则能容纳260公斤的燃料，距离可达150米。就算日军逃过了炽热的火焰，也会被烈火耗尽洞穴里的氧气，窒息而死。最后，美军投入炸药引爆碉堡，装甲推土机则用砂石将这些洞口彻底封死。就这样，日军碉堡一个接一个的变成了坟墓。经过4天奋战，美军终于拿下了遮波山。当星条旗在山顶徐徐升起时，正在浴血奋战的美军将士们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，他们一个个胡子拉碴，疲惫不堪，此刻却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。远处的舰艇也纷纷鸣笛致敬。这激动人心的瞬间被一位战地摄影师拍下来，成为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具象征性的画面。然而，感人肺腑的升旗仪式并不代表这场战役的胜利，它的宣传价值远远大于实际意义。攻下遮波山只是拿掉了日军的眼睛，一场漫长血腥的杀戮才刚刚开始。2月20号，美军3个师并肩而行，开始进攻圆山高地的日军主力。这里的地形宛如一座天然堡垒，一层层阶梯状的岩台盘旋而上，山腰处布满了机枪碉堡，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。地下则全被日军挖空，构筑了一个宛如迷宫的通道网。日军凭借着他们神出鬼没，往往能发起出其不意的反击。而在这一片沟壑纵横、深谷交错的地带，美军坦克几乎无法推进，士兵只能孤军奋战。每靠近高地，凶猛的弹雨便从碉堡和山洞中倾泻而出。一旦美军的海空力量前来支援，日军又龟缩到坚固的地下工事里。经过几次激烈的交战，双方士兵的阵亡率达到了50%。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、排长、连长全都死伤殆尽。高地附近是一步一具尸体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绞肉机。随后，美军长官痛定思痛，决定打破常规，冒险对重兵把守的高地发起夜袭。开战以来，这种战术一直属于日本人的专利，但这次美军打算当一回姑苏慕容，以彼之道还治彼身。3月7号凌晨5点，美军趁着夜色悄悄摸上了高地，睡梦中的日军措手不及，几乎被火焰喷射器全部烧死。随着日军在正面战场的全面溃败，美军进入了最后的扫荡阶段。带着火焰喷射器的步兵冲到极近的距离，喷入碉堡内部，再用炸药解决战斗。日军不仅要面对烈焰的烧烤，还有饥饿和口渴的折磨。这里的地下水含有大量的盐河流，被称为妖水，根本无法饮用。尽管他们尝试收集雨水，但这远远满足不了2万人的需求。饥渴难耐的日军只能从地面水坑中取水，结果导致了立即的大规模爆发。3月26号，残余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突袭几乎全部被歼。莅临中道这位天才将领则在负伤后切腹自尽。直到最后一刻，他带领的日军仍然保持着组织性、纪律性，让美军每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其打从上岛那天，他就没有想过赢，更没想过能守住这个岛。他真正的目的是尽量消耗美军实力，为日本本土争取更多的防御时间。从最终的伤亡结果看，莅临中道已经达到了他的战略意图。此次战役中，2万多名日军，除200多人被俘外，其余全部被灭。美军伤亡人数则高达24000多人，也就是说每3名登陆士兵中就有1人非死即伤。考虑到美军在武器和兵力上的压倒性优势，这场胜利何尝不是一种惨败？不过拿下这块战略要地后，美军的 B-29轰炸机减少了一半航程，节省出来的燃油空间就能装载更多的凝固汽油弹。同时有了战斗机的全程护航， B-29便能放心大胆地直飞日本本土，进行持续安全的战略轰炸。接下来双方将在冲绳岛展开最后一场，也是最大的一场太平洋岛屿战役。